岁分床，5岁分房，坑了无数孩子。分床睡的最佳年龄是几岁？小然妈妈坐在医院的走廊上，手里攥着一张诊断单，眼圈发红，满是愧疚和无助。诊断单上的几个字，儿童分离性焦虑障碍，像一把锤子，重重敲在他心头。事情还要从3年前那个夜晚开始说起。孩子3岁了，不能再跟我们睡了，小然爸爸坚决地说。小然妈妈虽然有些不舍，但想了想自己看到过专家说过分床太晚不利于培养孩子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点了点头道：是啊，专家也说了，分床睡对孩子好，能让他早点独立。于是那天晚上，哭闹的小然被迫儿童房里的小床上，被迫分床和分房伊始，小然每晚都哭闹不止。但为了锻炼他的独立性，夫妻俩一忍再忍，终究没有进房间看望小然。几天后，小然不再哭了，却也变得沉默许多。1年后，小然彻底变了，胆小怕事，做噩梦，有时甚至白天都不敢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。老师也多次反映，小然在幼儿园总是躲在角落，不喜欢与人交流。带着满腹疑惑和担忧，小然妈妈带他去了儿童心理诊所。医生听完小然的情况后，检查了一番，说：孩子这是典型的分离性焦虑障碍，跟你们太早让他分床分房有直接关系。他当时的心理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，却被强行切断了安全感来源。小然妈妈听完，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，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。痛哭过后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小然开始接受心理干预，而随着心理干预的时间增强，他的情况开始好转。那么，分床分房睡的最佳年龄究竟是几岁呢？过早分床分房睡又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3岁分床5岁分房的普遍性。3岁分床5岁分房的育儿模式近年来在中国逐渐普及。根据中国家庭教育行为调查报告2023，大约 62% 的家庭在孩子3岁左右完成分床，而在孩子5岁分房的比例为 49%。这一数据表明，接近一半的中国家庭将分床分房视为培养儿童独立能力的重要手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教育观念先进的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显著。1线城市如北京、上海和深圳的家庭中，5岁完成分房的比例高达 68%。从育儿理念的接受程度来看，80后和90后父母的教育观念正逐渐转向尊重儿童独立性。不过，随着医学领域的发达和完善，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际案例表明，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不仅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，甚至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。3岁分床5岁分房的潜在风险。1、忽视儿童心理发展规律。儿童心理学认为，孩子在早期需要通过与父母建立安全依附关系来发展情感安全感，这种安全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石，会影响到他们成年后的情绪调节能力、人际关系质量以及自我认同感。3岁左右的孩子虽然在生理上逐渐具备了某些独立能力，但在心理上，他们仍然强烈依赖父母的陪伴，尤其在睡眠这样的敏感时刻。如果过早强制分床或分房，会让孩子感受到被抛弃的恐惧，进而发展出分离焦虑、对环境的不信任，甚至长久的不安。2、导致分离性焦虑和睡眠障碍。分离性焦虑是幼儿期常见的一种情绪问题，通常表现为孩子在与父母分离时感到强烈的不安和恐惧。过早让孩子独自睡觉，会使他们在夜晚这个心理防御最低的时间段感受到孤独和恐惧，甚至对睡觉本身产生负面联想。长此以往，孩子可能出现入睡困难、反复惊醒，甚至长期失眠等问题。美国儿科学会 AAP 的研究表明，过早强制分床睡的孩子，夜晚的睡眠质量明显低于与父母同睡的孩子。同时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情绪，这种焦虑可能会长期积累，甚至影响孩子的学龄期表现。3、影响亲子关系。睡眠时间是亲子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时刻。在睡觉前，父母可以通过讲故事、
轻抚孩子或进行温柔的对话来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，强化亲子之间的情感纽带。如果过早分床或分房，孩子可能会认为父母疏远了自己，甚至感到被拒绝。这种情感隔阂一旦形成，很难在后期通过其他方式弥补。更重要的是，分房睡会减少父母观察孩子状态的机会。夜晚是孩子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窗口，父母可以通过孩子的梦话、睡姿、睡眠质量等发现他们白天未曾表达的情绪压力。如果家长选择在孩子尚未准备好的阶段分房睡，可能会错失这些了解孩子内心的重要机会。4. 对人格发展的负面影响。独立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，而非通过强制手段就能速成。过早分床、分房的孩子，有可能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对独立的抗拒心理。许多孩子会因为被迫过早独立，而在成年后表现出内向、缺乏自信或者害怕面对陌生环境的倾向。分床睡的最佳年龄应因人而异。分床睡的最佳年龄是几岁？这是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。科学研究表明，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答案，而是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体发展情况和家庭环境具体判断。以下几个因素可以帮助家长确定合适的时机。1. 心理准备。分床睡的前提是孩子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心理安全感，他们需要能够独自面对黑暗，不需要父母的持续陪伴来入睡，同时能够在夜晚醒来时自我安抚。大多数孩子在6岁左右逐渐具备这些能力，但也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更长时间。2. 语言表达能力。当孩子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时，可以尝试分床睡。这样，孩子如果在夜晚感到害怕或不适，可以及时与父母沟通，避免因为无法表达而积累焦虑。3. 睡眠习惯的培养。如果孩子在与父母同睡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睡眠习惯，比如能够在固定时间自主入睡，不需要父母陪伴哄睡，那么分床睡的过渡会更加顺利。4. 家庭空间和文化背景。家庭的实际情况也需要考虑。有些家庭因为居住空间限制，可能无法长期与孩子同房睡觉，而在某些文化中，孩子与父母同睡的时间通常会更长。因此，不同家庭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调整。如何科学过渡到分床睡？循序渐进，家长可以先在孩子的房间里设置一张床，与孩子同睡一段时间，让他们逐渐适应独自睡觉的环境。等孩子对新环境感到熟悉后，再逐步增加他们独处的时间，给予充分的陪伴。分床睡的初期，家长需要在睡前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，比如陪孩子读书、聊天，或者用一些柔和的音乐帮助他们放松情绪。尊重孩子的情绪。如果孩子对分床睡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或抗拒，家长应耐心倾听他们的感受，而不是强制执行计划。与孩子一起讨论解决办法，比如可以在他们感到害怕时，允许他们到父母房间短暂休息，避免对孩子施加压力。分床睡不应该成为孩子的任务或者考验，家长应避免用贬低、威胁或奖励的方式让孩子分床睡，因为这样会让孩子感到焦虑，甚至对独自睡觉产生抗拒情绪。总结，分床睡和分房睡的决定应以孩子的心理健康为前提，而不是单纯为了迎合所谓的早教规律。父母在做出这些决定时，不妨多思考以下几个问题：我的孩子是否准备好了？这种改变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安？我的家庭是否为孩子提供了足够的支持？总之，分床睡的最佳年龄是一个因人而异的答案。